们好，欢迎收看蒙面财经。这期我们讲2点。第一点，我们讲一下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究竟现在走到哪一步了？我们在全球经济中占了一个位置。第二点，我们讲一下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40年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好，我们先说第一点。第一点，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这个发展，我们总的体量按美元算，我们是14万亿美金的一个经济体；按人民币算是100万亿人民币那占全球总的 GDP 是占到14.84%也就是15%的一个位置。那美国呢是22万亿美金的一个经济体占全球的比例占到24.32%我们跟美国呢的差距呢，就是我们总量是达到美国的2/3的一个强的一个水平。那是我们经过40年的一个发展，我们的一个总量的一个特征。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里面我把这个各个国家的占全球 GDP 的一个比重这个列出来了，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全球的经济其实是3分天下3分天下哪3片呢？一片是东亚东亚这一片主要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中日韩还有印度，还有就是北美这个自由贸易区北美这一片就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他们可以自成一体。第3片就是欧盟的这个经济体就主要是以德国、英国、法国和这意大利为首的这个欧盟这一块的经济体尽管英国已经从那个欧盟已经脱欧了。那整个3片以后3分天下有这个中国可以说是3分天下有一其一吧占到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整个的这个欧盟这一块的经济体量占到全球的是大概22%左右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欧盟、美国还有东亚这一块3部分其他地方世界的这个其他地方你看加起来非洲这些很多其他地方加起来也就9.41%然后巴西2.39%澳大利亚1.81%基本就可以说这个忽略不计，都非常小那好，中国的这是一个总量的概念。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人均的概念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14亿的这个人口我们这个总量虽然很大，今天发展到这个100万亿人民币的一个 GDP 的一个体量，但是我们人均的这个水平呢，相比国际水平还非常的这个还比较靠后我们先看一下这张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GDP 人均 GDP 排名第一的最高的这个就是瑞士主要是北欧4国他们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非常高人均比例非常高。然后大家看一下重点，这个美国美国是少有的人口当量在1亿人口以上的在这个它已经达到3.3亿的这种人口水平，然后人均 GDP 还能排在全国第6的一个国家人均 GDP 在62000美金的一个水平。那我们再看到后面往后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德国这欧盟国家德国、英国、法国这个人均 GDP 在这个4.7万，英国在这个4.1万日本也在4.1万，法国在4.1万，是这么一个水平意大利靠后一点，在这个3.3万的一个水平。那这些国家呢，这个人均 GDP 都比较高，而且同时也是人口的一个大国你像德国在8200万日本在1.2亿就是他们做到了既人均 GDP 也比较高，第二个他们人口的总量也比较大所以他们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国家，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舞台上也有比较重要的国际地位。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华人地区如果说华人地区，其实华人这个香港可以排到第14，大家可以看到700多万人，人均 GDP 在5万美金。还有我们这个澳门也是非常靠前的居然排到第3名因为它这个经济依赖于这个赌场经济这个人均 GDP 非常高，人也非常少才才这个60多万人，对吧？然后还有就新加坡也是非常高的，在人均 GDP 在5.8万。这就是华人地区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地区大家可以看到香港台湾新加坡包括澳门。然后我们再往后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31名到60名其实这些国家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些国家，都是一些小一些的国家包括人口当量这个世界的这个政治地位都不是很高的一些国家。那我们再看中国在哪里？中国排在第66位，人均 GDP 排在第66位在人均，我们是14亿人口的大国，人均 GDP 如果按19年来算的话，应该已经突破人均 GDP 1万美金了刚上1万美金，这个是18年的一个数据应该是。那我们其实是跟土耳其包括俄罗斯、巴西这些国家
是差不多的一个人均 GDP 的一个发展水平啊，但是我们的人口数量远大于它，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全球的这个总量水平上已经非常非常高，但是在人均水平上其实还是刚刚跨入到这个中等收入这个的门槛啊，我们还远没有进入这个发达国家的门槛。按照 OECD 啊世界经合组织的标准，这个人均 GDP 达到12500美金的时候，才算跨入这个中等发达国家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离这个中等收入发达国家水平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很多国家其实都在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都陷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比较微妙的一个阶段。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幅图，这幅图其实是人口结构年龄结构的一个图。那为什么要看这个图？因为其实经济的发展，一个是跟这个技术劳动生产率相关，跟技术水平相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跟人口结构相关。那人口结构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的人口结构其实跟美国已经差不多了，都在38、9岁这个水平平均年龄。那日本的老龄化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它的平均年龄达到48岁。现在如果去过日本，大家可能应该会有感受，很多的这个营业员啊、出租车司机啊的年龄都非常大，60多岁都很常见。那再看欧洲这块的话，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基本是在42岁到43岁的一个平均年龄。那加拿大也在41、2岁的一个平均年龄。所以说发达国家整体的这个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老龄化啊，他们确实老了，他们整个的这个老龄化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其实美国是非常特殊的，美国同样是发达国家，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的老龄化水平显著的比日本、比德国、比这个加拿大要低啊。核心原因就是它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它的这个生育率水平在发达国家中相对也算比较高的啊。在美国家庭中3个孩子这个非常常见。那中国其实是老龄化发展非常迅速的国家，从1978年平均年龄22岁到这个现在的平均年龄38、9岁，也就短短40年的时间，这个老龄化已经发展到38、9岁的一个水平，跟美国已经相一致。而美国想想，从二战以后婴儿潮一直到现在，他们经过了50、60年的老龄化才到38、9岁的一个水平。好，是老龄化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刚才我说就最后一点，就是中国是如何这40年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水平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水平呢，是一个是总量比较大，第二个是我们的工业，第二个是就是工业类别比较全啊。中国拥有这个39个工业大类，191个这个中类啊，522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这个工业门类的国家，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国家。所以说你这次疫情也是非常明显啊，因为有一些零部件的中断，直接导致了这个韩国的一些汽车啊，包括日本的一些消费电子啊，它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中断。所以说整个中国的产业链这个非常完善，而且这个产业链也比较这个在嵌入全球这个产业链嵌入的也比较深啊。但是中国这个产业链里面，它也确实也有些弱点啊，弱点在于它的高端制造的航空发动机、集成电路啊，高端的数控机床。那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中国这个4个发展阶段啊，这个图就是4个发展阶段。其实中国就是经历了第一个发展阶段，就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89年啊。其实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1978年的时候就是中国经济最低谷的一个时候，它那个时候占全球 GDP 的比例只有 1.72% 啊，非常低的一个比例。然后经过10年的发展，其实占全球经济的这个比重依然不高，依然只有 1.7、1.8% 啊。那是因为在那10年的过程中，亚洲4小龙啊、4小虎啊，很多的国家后发国家都在迅速发展啊，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台湾。那个时候中国的发展虽然每年也有 10% 的增速，但是其实占全球 GDP 的比例并没有迅速的提升。那这10年只解决了什么问题？只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温饱问题啊，因为实现了这个农村土地的承包责任制，那解决了人们的这个饥饿问题，就是中国终于可以大部分老百姓可以吃饱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到2001年，这10年的发展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有很多的这个港澳台的这个台资进入到中国，在东南沿海开始设厂，开始做一些这个简单的比较粗糙的这个加工制造和贸易。那92年啊，对，刚才78年到89年我漏说了一个，就是89年其实是有一个重大事件发生这个6·4的事件，所以说中国经济有一个中断的发展。那沉寂了2年以后，90年和91年以后，在92年邓小平重启南巡以后，才迎来了这个92年以后的一个发展。那92年到01年的话，中间有一个中断，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啊。其实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也是影响非常深刻的。那97年
到整个01年这4、5年呢，其实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一个长期通缩的一个状态啊，包括那个时候的国企下岗啊，那个时候经济的萧条还是非常能够感受到的。包括当时03年发生了 SARS， 但那个时候其实经济已经转头了。那从第3个阶段就是从01年到07年的这8年的发展，这8年的发展其实经济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发展阶段。整个从这个外贸啊、房地产各个行业都非常欣欣向荣啊，几乎做什么就可以赚钱。那直到08年发生的这个金融危机啊，所以从08年到现在啊，又是最后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说它是一个债务驱动型的啊，它这个债务的滚雪球规模非常大啊，从08年到现在的发展一共经历了这个3次的刺激啊，一次是09年的4万亿，还有一次是这个12、13年的这个刺激，最后一次就是15年这一次的这个3去1降1补啊，所以这个去杠杆啊、去库存啊，这个刺激房地产。那整个经过这个3次刺激以后，中国的杠杆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啊，也就走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阶段。那这4个发展阶段呢，其实非常有回顾的意义啊。很多人说它这个致富，它这个发展到今天啊，它是靠自己的这个努力也好啊、勤奋也好啊、时代的机遇也好啊。那有一个笑话啊，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说这个3个人一起坐电梯啊，到了这个12楼啊，到了10几楼，一个人说是我的这个磕头磕上来的，还有一个人说是我做俯卧撑上来的，还有一个人说是我原地跑上来的啊。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那实际上他们都是乘上了这个时代的列车，乘上了时代的大潮，然后走向了人生的成功啊。所以说没有时代的这种机遇的话，是不会诞生那么多的成功人士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时代的这个命运非常非常关键。好，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个是中国经济现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成果，第二个就是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